大家好，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这个 VIX。那最近非常热门的 VIX，是因为这个富邦投信呢发了一档VIX 的 ETF。那这个呢，最近在不管是媒体上或是网络上呢，它的讨论度非常高。那我们今天就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 VIX。那 VIX 真的可以代表股市的上涨跟下跌吗？那所谓的 VIX， 它的意思就是 volatility 的 index， 就波动率的一个指数。它是在这个指数呢，它有一个期货是在美国的 CBOE， 也就是芝加哥选择权交易所呢，它所挂牌的一个指数期货。那这个 VIX 它是怎么算的呢？VIX 它是把这个美国的 S&P 500指数，它在价平的最靠近价平的这个所有月份的系列呢，去算出它的隐含波动率。那讲到这个隐含波动率呢，就必须要介绍一个选择权的这个计价。那选择权的计价呢，通常是透过这个我们所谓的 Black-Scholes model 这个 model 去算出这个选择权的这个价格。那选择权的价格的计算呢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，就是它的波动率，所以这个选择权的高低呢，跟它的波动率呢有非常大的关系。所以如果说你今天用20块去买一个选择权，跟30块去买一个选择权，它所隐含的这个波动率呢，30块你去买的选择权呢，它的隐含的波动率呢就会比较高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在这个 VIX 的计算的方法呢，就是把这个靠近价平的这个选择权呢，去把它的这个用这个价金去反推它的隐含波动率，去算所有价平这个序列的这个选择权呢，去算出它一个加权平均的一个隐含波动率。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VIX， 是价平。价平是说它是靠近这个在期货里面呢，靠近现在的价格的这个位置呢，我们把它叫价平。好，那我们知道选择权呢，它往上跟往下呢都有它的选择权报价。假设现在指数是9000多点，那它的选择权呢，它的档数是比如说9950点、9900点、9850点、9800点，所以它的指数是一个档数，它是固定的啊。那所以我们可以去做交易，9950点的选择权买权跟卖权，9900点的选择权的买权跟卖权，所以它的这个9900点跟9950点呢，它是固定的。那依据这个不同的选择权呢，最靠近这个现货的这个价格呢，我们就把它叫价平。比如说现在指数是9920点，所以呢9950点，因为它下一档呢就是9900点，所以9950点它的这个价位呢最靠近现在的指数，我们就把这个叫做价平啊。那如果说离这个指数越远的地方呢，我们就把它叫做越价外。比如现在是9900点，那你20000点的指数或是5000点指数呢，它就是一个非常价外的一个选择权。所以这个 VIX 指数呢，是抓这个最靠近价平的这个选择权呢，不管是买权跟卖权呢，去算它的隐含波动率啊。比如说目前的指数是9920点，那我就抓9950点的买权跟卖权，近月份跟未来的每个月份。我们知道选择权呢，它有近月份，比如现在是12月份，那我就抓12月份、1月份跟3月份、6月、9月份之后的所有的这个选择权呢，依据这个9950点这个价位呢去算。那这个算出来的这个 VIX 指数呢，其实这个 VIX 指数其实就是一个波动率的指数，它跟这个股价的涨跌呢关系不太大。可是呢，为什么我们把这个 VIX 把它叫做恐慌指数呢？是因为我们知道在股票市场里面呢，做多的人通常比做空的人多哈，做多就买股票的人比放空的人呢通常是比较多。所以当你手上有股票的时候呢，你最需要的就是说，当股票你觉得它要下跌的时候，或是有不利消息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去买一个所谓的 put option， 就是买一个卖权呢来去做避险。所以通常这个 put option 它波动呢会比就股价的这个 put option 的隐含波动率呢会比 call 呢来的高，是因为手上有股票的人呢，他必须要去买这个put， 就是卖权呢来做避险。所以当有不利消息
或者是一些股票急速下跌的时候呢，手上有股票的人呢，他就会去买卖权。所以大家去买这个卖权之后呢，我就不计成本去买这个卖权。那买这个卖权之后呢，会造成这个选择权的价格呢往上冲。那选择权往上冲的意思，我们刚刚讲过说，其实选择权的计价呢，就是它的隐含波动率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你去买这个很高的隐含波动率，所以你去用这个价格去推高这个选择权之后呢，就会造成这个隐含波动率的上升。隐含波动率上升之后呢，就会造成这个 VIX 的上升。所以我们常讲说，当有不确定性、有不利消息的时候，造成股价急速下跌的时候呢，这个 VIX 指数呢就会往上飙，也就是说，它的波动率呢就会往上冲。所以我们看看这个 VIX 这个东西呢，它是一个警示的一个作用哈，它是一个好像我们在一个大的农场里面，我们怕这个野狼呢会进来偷吃农场里面的鸡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在农场外面呢挂一些不管是铃铛也好，不管是这个陷阱也好，就是警示作用。所以当狼进来要吃农场里面鸡的时候呢，这个警铃就会大作。所以这个 VIX 这个东西呢，我们只能把它看成是说，它是一个警示的作用，而不它跟股价呢，它并没有当天正向关系或是负向关系的一个关系。但是长期来看呢，这个 VIX 指数呢，跟股价呢，它长期来看呢，它是呈现一个负相关的关系。也就是说，当股价持续下跌的时候呢，其实它 VIX 的走势呢是往上走的；当股价持续往上走的时候呢，它的 VIX 的这个指数呢是往下走的。这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是说，因为当股价持续往上走的时候呢，其实我并不需要太多的避险，我并不需要买选择权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不买选择权，这选择权价格就会比较便宜，比较便宜表示说它的隐含波动率呢就会比较低，所以我们呢没有办法去用这个 VIX 去判断这个股价，但是呢可以看这个 VIX 的高低呢，去看说这个市场的情绪到底是怎么样。所以最近一个很热门的这个话题是说，富邦呢发了这个 VIX 的这个 ETF， 那很多人讨论说这个 VIX， 这个量也非常大啊。那很多人讨论说这个富邦这个 ETF 呢，可能即将要下市哦。那因为现在发行的时候是20块，那现在呢大概3块多，那可能跌破2块的时候呢，它这个 ETF 呢就会被清算啊。那我们看一下，你为什么要去买这个 VIX？ 我们知道这个 VIX 这个东西呢，它是一个隐含波动率的一个指数，所以我们看到 VIX 呢，它是依据选择权，它去算出这个隐含波动率，而在 CBOE 挂牌这个东西呢，又是这个 VIX 指数的期货，所以呢，它是衍生性商品中的衍生性，然后它又不能去判定这个股价的往上走或往下跌，所以如果说你去买这个富邦的 VIX， 如果说你是要去赌这个股价往下跌的话，我想这观念是完全错误的。如果说你要赌这个股价往下跌，我就觉得空期货或者是买反向的股价指数的 ETF 就可以。那你去买这个 VIX 呢，你要去赌说它 VIX 上去，因为你赌 VIX 上去，你的心里面所想的是说我赌美股要下去，那这个想法是错误的。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VIX 它是一个我们讲突发状况，或者说它是一个很短期的一个事件呢，会造成这个 VIX 大幅波动。所以我们看，如果说股价指数在一个高档的时候，它的 VIX 也是很低的。或是说，这个股价在盘整的时候呢，它 VIX 呢也是很低的。所以你买这个 VIX， 我买进来，我就是希望说这个 VIX 往上冲。那往上冲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个隐含波动率呢要往上冲。那隐含波动往上冲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这个选择权的股价呢往上冲。那选择权股价往上冲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有突发状况，或者说不确定事件出现的时候呢，造成大量的人去买这个选择权，才会造成 VIX 往上冲。所以当初发行这个 ETF 的这个利基点，我觉得就是有问题。那投资人呢再去买这个 VIX 呢，这个心态上呢，我觉得是要去调整。而你去买 VIX， 因为要赌这个股价往下走，这个方向我觉得是不正确的。因为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股价 S&P 500指数会往下走，我直接空期货或是买 Put Option 也就可以了，而不需要去赌这个 VIX。那我们最近看这个 VIX 的成量非常大啊，而且很多人是套牢在这个里面，因为当发行是20块，那现在只剩3块。不管是5块进去的，不管是做空的，
虽然说你赚到钱，可是在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，它是一个衍生性商品的衍生性，所以我没有办法用任何东西去评断这个指数 VIX 指数是上升还下降，因为 VIX 这个东西它是个心理因素，而不是纯粹比如说一个股价它要往上或往下，它是有些数据可以考量的。那 VIX 是一个心理因素，所以说你去赌这个 VIX， 表示说你去赌大家的群众的一个心理，所以这个去赌这个东西，这个成功的几率是比较低的。所以这个 VIX 呢，它的观念上大概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如果说你要进去这个 VIX 的市场的话呢，所以你还是要慎重的考虑。那总结一句话就是说，这个 VIX 它是一个参考指标，它是一个警报系统。而它不是一个真正可以交易的一个东西，所以当这个 CBOE 推展出这个期货出来，虽然很多人去做这个期货，也造成这个 VIX 波动加剧。那这个 VIX 因为这个波动加剧，它能不能真正代表说这个整个市场对这个股票市场的一个情绪呢？也许因为这个很多的交易工具出来之后呢，它所能够代表的这个情绪，比如说恐慌指数，我想在目前这个状态呢。可能它以前是100%的恐慌，那现在因为这个交易市场这个指数进去之后呢，变这个恐慌指数呢变成是一个交易出来的，而并不是人真正的心理的一个恐慌，所以这个 VIX 呢，它可能会是未来会变成一个失真的一个状态。那以下就是我们今天节目，那欢迎各位订阅，如果有任何的意见的话，欢迎留言，谢谢。